空隐的身份与孙之洞相比，并没有那么敏感，所以在林婉儿看来，到金阁寺见空隐，要比当初去燕京见孙之洞简单得多。当林婉儿提出让门口的僧人传话时，对方也确实没有像当初孙之洞在燕京的守卫那般警惕和谨慎。对方听闻林婉儿自称是空隐法师的亲戚，而且是奉了长辈之命，本能的选择相信了林婉儿的说辞。日本的佛学传自华夏，鉴真东渡将华夏的佛学理论带到了日本，并被日本全盘学习。但在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佛学以及僧侣的戒律发生了很大的不同。明治维新之前，日本完全遵循印度和华夏佛教的比丘戒律，僧人不得沾染荤腥，更不得结婚。但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佛学逐渐世俗化，大部分的僧人都可以结婚生子。基于这个大环境，别说来寺庙走亲戚，就算是来寺庙见爸爸、见爷爷也稀松平常。空隐法师虽然一直没有结婚，但他毕竟活了120多岁，谁知道他在尘世之中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。这个17、18岁的小姑娘，虽然戴着口罩，但通过那一双大眼睛也能看得出漂亮可爱。2条马尾辫看着虽然有些古灵精怪，但一看就给人感觉非常诚恳纯真的感觉，想来也不会到佛门圣地撒谎。于是那僧人便开口道：姑娘稍等，我们住持正在会客，交代了不得打扰。等他会客结束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他老人家，空隐法师最近每日上午都会抽出3个小时与景清法师交流佛法，也交代过任何人不得叨扰。寺庙中的僧人都恪守规定，没人敢在这个时候过去打断。林婉儿却说，事关紧急，还请尽快告知。空隐法师知道之后，绝对不会怪罪于您的。可若是耽搁了，说不定空隐法师真的会责怪下来。这僧人迟疑片刻，见林婉儿一点也不像开玩笑，便点头说道：那姑娘稍等片刻，我这就过去通知。林婉儿点点头，叮嘱他刚才的话，请师父务必完整传达。僧人便道：正平小姐来了，对吧？我懂了。说话时，他心里还在琢磨，正平明显是个男人的名字，这小姑娘该不会就是正平小姐吧？和她可爱的气质一点都搭配不上呢。林婉儿又叮嘱他，另外还请告诉空隐法师，他年岁大了，切不可亲自来接我自己进去见他便是。僧人心里更疑惑，心想，小姑娘，就算你家里跟空隐法师有亲戚，空隐法师120多岁的年纪，也不可能亲自跑来迎接你一个小丫头啊，真是做梦。不过诧异归诧异，他还是非常积极地转身离开，向着寺庙正殿跑去。此刻正殿之上，景清法师刚刚结束了经文的讲读，空隐法师拖着疲惫的身躯不停鼓掌，感叹道：佛法之精妙，便是每个人看过之后都会有不同的心得，格局越大，发现的世界也就越大。这篇经文我读了几十年，读过日语版本，读过中文版本，甚至读过梵文版本，但一直没有景清法师这么深刻的理解，许多细节一生都未曾想通。如今被景清法师点拨，忽然感觉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实在是万分感激。景清法师非常谦逊地说，空隐法师研读佛法，有时与心境相关，有时与环境相关，有时也与机缘相关。贫僧能有这番感悟，并非贫僧理解的深刻，多半还要感谢机缘。空隐法师若是能遇到属于自己的机缘，一定会有比贫僧还要深刻的感悟。佛法对普通人来说是经文，对僧人来说是教义，对以佛入道的人来说又变成了修行的指引。有些东西不到对应的层次，无法解读起对应的内容，就好像战争时期隐藏在报纸文章里的情报，不懂的人看着就是一篇文章，只有掌握特定通讯代码的人才能从文章中看出核心。佛法也是如此。景清在悟道之后再回看那些经文，
自然而然的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。空隐不曾悟到，便是看一辈子，也看不出景清那一层感悟。空隐法师此刻忍不住感叹，机缘二字说起来虽是简单，可许多人究其一生也难以遇见，尤其是景清法师这种大机缘，千万人中难寻其一，我又怎敢奢求？景清法师神情一怔，他对自己机缘的描述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，近乎于运气。可是空隐法师的话中似乎透露出一个讯息，那就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机缘究竟是什么。他心中震惊的同时，忽然想，虽然空隐法师自己没有悟到，但是或许他曾经遇到过悟道的人也说不定。于是他思忖再三，问道，空隐法师似乎知道贫僧所说的机缘具体指的是什么。自然，空隐微微一笑，对身边几名大弟子摆摆手，神态疲惫地说道，你们下去吧，我要和景清法师单独聊几句。几名弟子立刻双手合十，齐声道，弟子遵命。言罢，几人一起起身，快步退出正殿。正殿之中只剩下空隐与景清两位法师。空隐这才一脸神往地说道，在我人生的前几十年，我曾走火入魔一般疯狂追求悟道，只是我始终找不到那样的机会，始终无法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久而久之，我便明白，我这辈子注定无法触及那高高在上的终极机缘。说罢，他微笑道，不过我这辈子已经非常满足，不敢再奢求什么机缘了。若是佛祖来接引我，要带我往生西方的时候，问我这辈子还有什么遗憾，我会告诉他，我这一生本该在襁褓中陨落，能活到今日，已然对世界心怀感激，不敢妄谈遗憾。但想来，佛祖一定知道我这近100年来，从不妄言，更不妄想，知行合一，一心向佛，所以希望他念在我这片赤诚之心，能让我再见他一面，那我这辈子便圆满了。景清惊讶地问，空隐法师所说的他究竟是什么人？难道他也和贫僧一样？景清的话依旧含糊，但他相信空隐听得懂。空隐自然懂，他脑海中浮现出的是那个如母亲般慈爱，也如老师般严厉，却又如少女般童真的女孩子。那个从自己记事开始，一直到自己离开她时都一成不变的女孩子。他知道林婉儿永不衰老，也知道林婉儿并非悟道之人，于是他一脸微笑，却又笑中藏泪地说，他与景清法师不同，他是最好的母亲，是最好的老师，同样也是最好的玩伴和最好的朋友，是真正的活菩萨。景清听得一头雾水，但想到空隐法师已经120多岁，便下意识地猜测，他应该在怀念某位早已逝去的长辈，或者人生中的贵人。这一点他倒是挺羡慕空隐，因为空隐在更加世俗化的日本佛学界修行，在这里他可以坦诚地说出自己心中所想所念，没人会指责他作为佛门之人还对世俗留有眷念。但是在华夏佛学界，似乎更注重要斩断红尘，遁入空门，哪怕内心其实斩不断，却也不敢让他人知晓。于是他微笑安慰，此人若是连空隐法师都如此盛赞，那想来一定往生西方极乐。若是真到了法师您往生的那天，一定会在佛祖那里与他再相逢。空隐闻言只是摇头笑笑，未再多言。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林婉儿当年的模样，他心中呢喃，小姐怎会在佛祖那里？佛祖一定会庇护他活到500岁，甚至庇护他得长生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有人大喊，混账！住持师父正与景清法师辩经讲法，你一个小小沙弥，不把大门守好，擅自跑来这里做什么？接着又听一人说，元成师兄，我是来禀报住持，门外有住持亲戚家的孩子求见。方才那人斥责道，混蛋，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这种话一听就是拙劣的谎言，你竟然还会当真，快去把那恶作剧的孩子赶走。
说罢，那人便要将小沙弥赶出去。沙弥不敢硬闯，只能大声向着正殿喊：住持！门外那小姑娘说，正平小姐来了。是正平小姐。这两人的争吵以及沙弥的大喊，说的都是日语。景清法师对日语懂得很少，所以听不懂外面在争论什么。空隐法师一开始也并未将外面的争吵放在心上，他与景清交流了一上午，早已经筋疲力竭，便想着是时候先休息休息，下午再继续。可是当他忽然听到那句正平小姐来了的时候，他身体仿佛触电一般，瞬间一凛，瞳孔猛地一缩，激动得浑身颤抖。此刻的他已经忘记浑身疲累，一瞬间从蒲团上站起，蹒跚着便要出门。只是长时间盘坐，再加上年纪太大，他起身时双腿发不上力气，险些就要摔倒。对面的景清法师见此，立刻起身将他扶住，这才关切地问：空隐法师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这么惊慌？空隐只觉得双腿完全不听使唤，像是从胯骨断开一般，可他内心此时激动无比，只想着用最快的速度，哪怕爬也要爬到门外，因为他知道这世界上能对自己说出正平这个名字的人，除了林婉儿，其他的早就已经入土了。对自己恩重如山的林婉儿，此时一定就在金阁寺门口。于是他老泪纵横地对景清说：景清法师，请送我去寺门口，拜托了。